他拥有万古无一的杀戮圣体，每次看见尸体都会激发体内的杀戮因子，为此他不惜考入医学院，近距离感受死亡的气息。然而当手术刀划过皮肤表层，令人亢奋的鲜血并没有出现，这顿时让他无比失望，体内嗜血的冲动根本得不到解决。他叫德克斯，从出生开始就拥有异于常人的体质，江湖人称歪嘴龙王。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只有他的父亲摩根。作为一名警长，摩根非常清楚，在和平时代，这种杀戮体质为世人所不容，所以18年来他一直在压制德克斯体内那股嗜血的冲动，否则流血飘橹，浮尸百万。每天晚上，德克斯只能悄悄翻阅同类杀手犯下的大案，从种种杀人手法当中满足内心嗜血的渴望。 Time to go. It's not what you think. You might even meet someone and have fun. 因为拥有杀戮体质，对杀人有着极度的渴望，所以德克斯不会和普通人交流，甚至非常排斥社交。然而他的妹妹黛布拉却恰恰相反，不仅天生反骨，而且喜爱社交，每天晚上都有聚会参加，身处喧嚣之中，独身繁华之外，高手寂寞只能大隐于世。时间没过多久，黛布拉的闺蜜就跑过来告诉她，妹妹被人灌醉拉进房间，显然要做不可描述的事情。歪嘴龙王的妹妹虽说不是天命女主，那也不是他人可以随便染指的。撞开房门后，妹妹已经躺在床上不省人事。德克斯愤怒交加，直接把男人摔下楼梯。这一刻，他的心跳达到了188，那种嗜血的渴望早已流遍全身各处。突然，他看到了桌上的刀子，或许拿起刀子直接捅下去，才能抚平内心的饥渴。也在这时，黛布拉突然从后方撞了过来，打断了他的想法。一场恐怖的杀戮就此中断。回到家后，摩根已经在客厅等待。对于女儿，他没有过多干预，心中更担心的是德克斯，毕竟这是一颗定时炸弹。为了缓解那股嗜血的渴望，每隔一段时间，父子二人就会来到山林狩猎。摩根知道儿子有特别的需求，所以只能想尽办法压制那种杀戮冲动。看着地上野猪留下的脚印，德克斯说出了心中的想法。 Dad, these hunting trips don't work for me anymore. What do you mean? Animals aren't enough. Killing a person. It's not that simple. Once you do it, it can't be undone. 拥有万古无一的杀戮体质，又怎么可能满足于猎杀野兽？然而在这个时代下，一旦杀人就没有回头路可走。摩根不想和儿子走向对立面。也在这时，摩根突然晕倒在地上，那种心悸之感让他无法起身。情况紧急，德克斯只能把父亲扛在肩上，把人迅速送来医院。看着相邻病房的生离死别，德克斯第一次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死亡。然而当他看到护士微微扬起的嘴角时，那种同类体质的相互感应顿时让他心生警觉。有个声音告诉他，这个女人和他是同一类人。18年来第一次感受到同类的存在，这让德克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看着护士拿走的剪刀以及随意丢弃的报纸，每个细节都没有放过。等人离开后，他拿起报纸检查，上面被剪掉了一则信息。为了搞清楚护士的目的，他立即买了一份新的报纸，查看上面完整的信息。这时他发现被剪掉的版面正是先前病房里死去的女人。看着莫名的药剂不断输进父亲体内，而且脸色十分痛苦，一点也没有好转的迹象，德克斯不由问了出来。 What is that you just gave him? It's complicated. All we can do is give him the medicine that he needs to come out on the other side. 护士的搪塞之语让德克斯更加警惕。等人离开后，他撬开了旁边的柜子，把先前注射残留的药剂迅速拿到学校进行成分检测。很快，通过高端仪器，他就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High potassium nitrate levels. What would happen if this solution were delivered to someone intravenously? But if administered repeatedly over the course of several days, it could kill someone. 教授的回答让德克斯彻底爆发了心中的杀戮欲望，而且他非常清楚这种高浓度硝酸钾会被身体很好的代谢，法医根本查不出死因。也就是说，那个护士准备杀掉他的父亲。这下他终于有借口释放内心嗜血的冲动。既然好人不能杀，那坏人就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再次回到医院，看着父亲痛苦的面容，他把调查内容说了出来。 The shot she's giving are killing you. You're only getting worse. Let her. Let's get this out of the way. Wait. Harry doesn't want the shot. I want the pain. Doctor's not going to be happy. You can tell. She's killing you with high levels of potassium nitrate. Stop her. 首次得到杀人支持，体内亿万细胞都在震颤。歪嘴龙王的招牌动作终于在世人面前显现。虽然摩根压制了他18年，但在18年里也在不断训练他如何规避调查，如何抹去痕迹。经过几个小时准备，护士家里已经铺上一层塑料薄膜，这样即便有鲜血喷溅，也不会留下任何证据。一切准备妥当，只等护士回家，他就可以彻底填满内心的饥渴。听着门外的歌声，德克斯屏气凝神，心跳在加快。他怎么也没想到，第一次
居然是和一个老女人产生。霎时间他迅速扑了上去，双方顿时扭打到一起，很快护士就被砸晕在地上，等人醒来时已经被绑得严严实实，根本不能动弹。看着对方相册里留下的战利品，德克斯愈发兴奋。在死亡面前，每个人都会感到恐惧，即便是天生的杀手也不例外。感受到不断加速的心跳声，德克斯就像暗中狩猎的凶手，根本不急于杀戮，反而在享受那种嗜血的感觉。等一切准备就绪，他瞬间刺出了手上的刀子，作恶无数的护士终于死在疯狂的杀戮之下。也在这时，突然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恭喜宿主击杀同类对手，杀戮值加1。有了增长的杀戮值以及内心被填满的欲望，德克斯知道这条路怕是永远也无法回头了。把人解决之后，他连夜驱车前往外卖总部，然后把护士丢了进去。接单小哥已经等待多时，只有这样才能毁尸灭迹，让警察无从找起。看着翻滚的水面，德克斯无比冷静，一点也没有第一次杀人的不适感。而他的战利品就是护士的一对耳环，让人没想到的是，也是这对耳环差点让妹妹惹出大祸。刚到家门口，德克斯就发现有警车在这里等着，他以为自己做的事情被发现了，只能硬着头皮下车。Who are you? I live here. Hi, good to see you, kid. Who's Harry's boy? 原来这些人都是父亲的同事，听说摩根在住院，所以全都过来看一下，完全是虚惊一场。这时法医部老大塔尼亚找到德克斯，听说他是医学院的高材生，所以想聘请他到法医部工作。这简直是接近死亡的第一现场，刚刚得到满足的饥饿感再次加深。几天过后，摩根的身体完全康复，看到德克斯脸上露出的笑容，他知道儿子终究还是跨出了那一步。回到家后，父子二人促膝长谈，摩根询问了具体的细节，直到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才彻底放下心来。他不知道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一旦跨出那一步，将永远也无法回头。像德克斯这样拥有杀戮体质的人，若是为恶，将罄竹难书；若是为善，将是打击犯罪的最佳利器。至于会不会失控，摩根心里也没有底。第二天，一家三口整齐出门，一个还在上学，另一个则去法医部门工作。很快，警局就接到一起和面粉相关的凶杀案。德克斯被派往第一现场，看着地上的尸体，那种失血的亢奋全部写在脸上。因为摩根的关系，塔尼亚非常照顾这个新人，现场手把手教导。然而塔尼亚不知道的是，像德克斯这样的人根本不需要教，只是看一眼便可以模拟出当时的场景。 The body was in full rigor, meaning the killer had struck a minimum of 8 hours ago. The killer must have approached from behind. The victim startled, he turned around. Morgan, you get all that? 听到老大的声音，德克斯兴奋地给出答案，说当时凶手就在死者前面。根据伤口特征，对方用的肯定是一把小口径手枪。死者中枪时，他的鲜血从射入伤溅出来，洒到地面上。因为凶手就站在前面，所以鲜血有一处空白的地方。一系列分析下来，虽然没有得到验证，但也说得非常在理。这绝对不是一个实习法医能分析出来的。很明显，德克斯在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晚上，摩根询问他今天工作的感受，德克斯毫不隐瞒地回答，虽然第一犯罪现场让他感到很兴奋，但和杀死护士那种感觉相比还是有些差距，所以这还是不能抑制体内杀戮的欲望。看着智商180情商0.8的儿子，摩根感到非常头疼，于是他让局里的老油条带儿子去放松一下，最起码基本的社交还是要保持。为了调查昨天的杀人案，塔尼亚让德克斯调取半年内所有涉及面粉的杀人档案。作为新人，这虽然是一个苦力活，但对于德克斯来说，档案室简直就是天堂。他可以借助职务之便翻阅警局里的任何凶杀案，这就好比老鼠掉进米缸，让他兴奋的不得了。与此同时，因为过度消费，黛布拉又打起家里首饰的主意。因为是母亲留下的遗物，他最后还是放弃这个想法，转身来到德克斯的房间，从音乐 CD 里看到了护士的那对耳环。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对耳环不是真的，而是9块9包邮的那种，根本不值什么钱。出来后，他就把耳环送给了闺蜜。晚上，老油条带着德克斯出来放松，恰好碰到了一场敬酒仪式。通过询问才知晓，他们敬的是一个死去的男孩。几年前，男孩和母亲偷渡到美国，来到这家酒吧打工。因为生活所迫，男孩跟一个叫托尼的本地人借了高利贷，最后高额的利息根本无法偿还。托尼就带人找上男孩，在他脑袋旁边开了一枪进行威胁。让人没想到的是，那一发子弹虽然没有打中男孩，却因为打穿了墙壁，直接击中了母亲的头部，人当场死亡。这时，德克斯才想起今天在档案室看到的卷宗，正是老油条说的事情。当时因为无力偿还债务，以及母
母亲被人枪杀，男孩最终在母亲的坟前自杀身亡，这才有了酒吧的敬酒仪式。然而因为托尼这人很狡猾，至今都没能将他绳之以法，这个案件只能不了了之。回到警局后，德克斯仔细阅读了案件细节，既然杀戮冲动无法满足，他顿时决定以身作局，把目标放在托尼身上。托尼是当地有名的放贷头目，只要找他借钱就永远也别想还清。他不知道的是，一个恐怖的杀手已经悄悄盯上了他。来到托尼住的地方，德克斯撬开门锁，开始寻找有用的信息。看到冰箱上的日期，明天对方要去看一场球赛，这是接近托尼的最佳时机。接着他又看到了桌上的账本，里面每一笔借出的钱都被记录得清清楚楚。他把证据拍了下来，然后和警局的失踪案进行对比。现在只要找到托尼用的子弹，就可以说服摩根把对方杀掉。刚回到家，黛博拉就和闺蜜走了进来。就在两人说话时，那对耳环径直出现在眼前。德克斯脸色陡然一变，这可是他杀人的证据，绝对不能落到他人手中。得知是妹妹送出去的东西，德克斯立马冲进房间查看自己的战利品。CD 盒里的耳环果然不见了。不得不说，有这样的妹妹简直倒霉到了极点。 Shit, Dex, knock much? You stole my earrings. I can help you get them back if you do something for me. I need Coke for my party this weekend. Can you hook that up for me? Okay, fine. I'll help you. 看着那对扎眼的耳环，德克斯知道不能心急。然而在家人看来，是他喜欢上了妹妹的闺蜜，这对于性格怪癖的人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很快，德克斯就来到回力球馆，他的目标正是眼前的托尼。最后，通过账本上的名字，他以熟人介绍的身份开口向托尼借钱。有生意上门，托尼顿然不会拒绝，因为是第一次，所以只能借500美刀，利息是10%，还款周期是1个星期，地点在厄尼酒吧，时间是晚上的8点。要是少还一次，每个星期多加10%，这就是托尼的借钱规则。随后，德克斯把假的身份证递了出去，这是摩根教他的准则，绝对不能透露自己的真实信息。很快，500美刀就拿了出来，双方的交易正式生效。接下来是搞定妹妹的问题，为此德克斯买了一对新的耳环，加上一大堆药品。一个顶级的猎食者，他是绝对不会碰面粉的。然而他也是医学院的高材生，所以用咖啡因和苯佐卡因2种药物就合成了类似面粉的东西。到了晚上，德克斯来到台球俱乐部，本来他借钱的理由是为了买一套体面的西装去找工作，现在来到这里打球对赌，已经引起了托尼的注意。 Job interview, huh? Where's my cash? He's got it. Outside. Now. 为了让借钱的人产生恐惧，托尼使出了惯用的招式，直接在脑袋旁边开了一枪，这算是一种警告和威慑。德克斯假装害怕，哭喊着让托尼饶命。然而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托尼射出的子弹，只有这样才能说服摩根，让他彻底把人干掉。第二天，他就把子弹拿到警局进行弹道分析。塔尼亚还以为他在学习破案，所以亲自上手指导。最后得出结果，2枚子弹是同一把枪射出来的。很快，弹道分析就拿到摩根面前。之所以费尽心机找这些证据，就是不想让摩根认为他在滥杀无辜。每次出手都有绝对的理由和证据。摩根以为杀掉医院的护士，德克斯已经得到满足。然而事情并非所想的那样，已经在朝不可控的方向发展。看着儿子展现出来的极度杀戮的渴望，摩根最后还是答应下来，但前提是不能杀害好人，也不能保留任何战利品。回到家后，德克斯第一时间把礼物送给索菲亚。看着最新款式的耳环，索菲亚立即摘下护士的耳环，让德克斯还给黛布拉。也在准备出门杀人时，索菲亚从后面追了上来。虽然这个男人像个榆木疙瘩，但先前的举动还是让他彻底清心。可惜的是，德克斯眼中并没有男女之情，有的是无尽的杀戮。等托尼回家后，德克斯比上次更为果决，没有任何犹豫便进入生死搏杀之中。最后2米高的壮汉硬是被他搅晕在当场。等人醒来时，已经来到回力球馆。鉴于托尼犯下的罪行，德克斯准备让他一点点感受死亡的味道。随着时间推进，大砍刀已经拿在手中，看着不断接近的年轻人，托尼是真的怕了。即便许下巨额财富，德克斯仍旧不为所动。最后在惊恐的尖叫中，鲜血直接溅在脸上。这不仅没有让德克斯感到恐惧，反而露出兴奋的目光。那种嗜血的快感让他整个人都处在极度亢奋中。再次杀了一个人后，他又来到外卖总部。随着外卖小哥不断接近，漂浮的尸体渐渐沉入水中。护士那对耳环也被扔了出去，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他手上有2条人命。可千算万算，最后还是出了差错。就在离开之后，
后，一个闪闪发光的戒指顿时浮出水面，一场大祸在悄无声息中埋下伏笔。10岁男孩突然被人吊在桥上，如此残忍的手段让所有人都感到恐慌。等警察赶到现场时，男孩早已失去生命体征，看到右手断掉的小指，很明显在生前受到了非人的折磨。经过警方核实，男孩是当地一名法官的儿子，这很可能是面粉集团下的毒手。看到这一幕，德克斯产生了应激反应，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有人对一个男孩出手。看到儿子脸上的异样，摩根立即让同事把德克斯带去另一个凶案地点。相比儿童案发现场，在面对成年人的凶杀案时，德克斯显得游刃有余。地上的尸体看似女性，其实是这一带有名的 gay。 从脖子上留下的淤青以及后脑勺喷出的鲜血，德克斯很快就模拟出了案发时的场景。受害者是被人从正面勒死的，一般用这种手法都是想感受死者的死亡过程，然后再把人摔在地上。可惜美女探员并不理会这种猜测，她要的是真凭实据。无奈之下，德克斯只能按照正常流程进行拍照取证。当然，他也相信自己的特殊技能迟早会得到同事的认可。鉴于今天发生的儿童被杀案以及德克斯产生的应激反应，摩根回到警局，第一时间来到档案室，让管理员移除劳拉案件中有关德克斯的所有信息。最重要的是那个集装箱的事情。其实德克斯并不是摩根的亲生儿子，是因为当年劳拉是他的线人，双方在办案过程中逾越了线人的基本准则，之后摩根才把人收养到自己名下。德克斯还有一个哥哥，不过因为一些事情他失去了童年的记忆。晚上回到家，德克斯仍旧对今天的案件耿耿于怀，他满脑子都是今天被杀的男孩，内心的暴力也越来越重，那股杀伐与嗜血的意志总是在驱使他要去做点什么。这种情况最担心的还是摩根，他生怕眼前的儿子会失控，进而成为十恶不赦的杀人魔。然而那种嗜血的冲动就像不断压缩的弹簧，要是不释放出来，德克斯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Do you have someone in mind? 在没有找到杀害男孩的凶手之前，德克斯现在必须要用其他人来释放心中的杀念。很快他就把一份档案丢到摩根面前，这次的目标是一个叫疯狗的男人。据档案描述的内容，疯狗涉嫌给黑帮当职业杀手，芝加哥、纽约、波士顿都有他的踪迹。仅仅在70年代，这人就和20多起谋杀案有关。现在疯狗在游艇俱乐部做钓鱼和包船的生意，明面上他自称是一名水手，拒不承认自己和黑帮有任何关系。最奇怪的是，这名职业杀手和任何犯罪家族都没有联系，而且从未被正式指控，也没有被起诉过。他杀人无数，背景却十分干净。自从来到迈阿密，也没有能把他和谋杀案联系起来的证据，甚至连张超速罚单也没有。道上有人说他杀的人已经达到了3位数，虽然未被证实过，但摩根依旧很担心。毕竟这是几十年的职业杀手，一个是非常危险，另一个是没有十足的证据，所以摩根不同意把疯狗当成猎杀目标。为了说服老爹，德克斯亲自来到俱乐部观察疯狗的一举一动。 Can I help you? Name's Doug. I'd love to charter your boat. I'm booked all afternoon. Tomorrow. Not if I took him out first. Really? Yeah, give me a call. 拿到疯狗的名片，也就得到了对方的住址。像对付托尼一样，首先要完成的就是踩点工作。最后，他从碎纸机里找到了一张碎裂的照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疯狗也许已经退休，但却没有丢掉杀人的手艺。现在只要把照片拼起来，或许就有了说服摩根的证据。与此同时，他还要辅助探员破案。对于沙滩上的受害者，他想到了一个可以解释凶案过程的办法。 If this was a straightforward murder, his head split open on the rocks, blood still pumping from his beating heart. See the blood? Your point is? The victim's heart wasn't pumping when he hit the ground. Held the victim by the throat for a significant period of time after he was already dead. 死者没有被抢劫，对方的钱依然在身上，加上又是一个 gay， 所以德克斯推测这起案件有很大概率是亲密犯罪。完成了分析工作，接下来就是要开始杀人计划。他把碎掉的照片拼起来后，从背面得到了重要的信息：这个叫奥巴马的男人是一名洗钱从犯，这不算什么重罪。从警局资料里显示，对方成了一起邮件诈骗案的污点证人，而且即将出庭作证。如此看来，奥巴马不是疯狗的最后一个目标，而是下一个击杀的对象。回到家后，德克斯立即把证据丢到摩根面前。从找到破碎的照片以及查到转为污点证人的资料，他把前因后果全部讲了出来。要是这次不杀掉疯狗，那奥巴马就是下一个目标。然而面对这种职业杀手，对于德克斯来说难度太高，摩根不想儿子冒这种风险。最后在德克斯的苦苦哀求下，他还是答应下来。只有这样才能平息那股嗜血的杀念。晚上等疯狗回到家里，在毫无防备的情况
情况下，一把吉他突然袭向他的后脑勺，接着开始布置杀人现场。被摩根训练了这么多年，德克斯非常清楚案发现场绝对不能留下任何证据。也在准备脱掉对方的裤子时，发现脚已经被绑住，于是他把绳子解开。这个举动也让疯狗有了反击的机会。这里解释一下，脱掉全身衣物可以增加皮肤与绑带之间的摩擦，这样目标才不会挣脱。每个杀手都有自己惯用的手法，然而此时德克斯要面对的是从业几十年的老牌杀手。面对同类的袭杀，疯狗试图反击，把眼前的年轻人解决掉。然而拳怕少壮，棍怕老狼，在没有100%的胜算之前，疯狗选择直接逃跑。两人一追一逃，直接来到马路上。然而就在下一刻，不得不说，这是一次失败的行动。德克斯在低估对手的同时，也意识到了自身的不足。看着眼前出现的车祸，他想到的是马上去处理案发现场。当地的报警电话平均时间是7分钟。疯狗身上没有钱包，没有身份证，更没有面部信息。邻居确认死者身份需要5分钟，找到死者的房子需要3分钟。所以德克斯现在有15分钟清理犯罪现场。幸好这次带来的工具全都是警用设备，所以只要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清理工作，警察就查不到他头上。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次出警的时间超出了以往的平均水准，他只能找个隐蔽的地方先躲起来，等警察离开后再逃离现场。随后2名警员走了进来，经过一番检查，他没有被发现。等回到家时，摩根满脸肃容坐在沙发上。作为警长，他已经收到了出警的消息，这次行动失败让他无比愤怒。通过种种迹象，他已经猜到了德克斯作案的全部过程。即便前者保证疯狗已经死亡，可事情总会有意外。摩根不想这种意外葬送儿子的一生，只要警察找到一丁点谋杀的证据，这起事故就会立马变成凶杀案。因为此事德克斯被禁足在家里，没有经过允许，不能离开这个房子半步。第二天，摩根就来到停尸房，直到确认这是一起车祸事故，并且人已经死亡，他才放心。从这次行动中，德克斯也意识到了一些事情，满足他内心黑暗面的并不是死亡，而是杀戮。他饥渴的不是死亡的结果，而是享受杀戮的整个过程。这便是拥有杀戮体质的比敦。好在只是禁足了1天，他就恢复了自由之身。这个消息比桌上的食物来得更重要。来到警局后，他亲自采集昨晚车祸事故车主的指纹，确认对方没有看到他后，德克斯心中的大石终于落下。从女探员的谈话中，他学到了一个道理：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一时的过错并不能定义自己，重要的是接下来该如何应对。他如果还想杀人，就要吸取其中的教训，这样才不会犯相同的错误。接下来从塔尼亚这里又得到了一条重要的信息：塔尼亚买的马不幸摔了一跤，导致后腿断裂。这种情况，马场只能让赛马安乐死，而在安乐死之前，他们会给赛马服下镇定剂，这样才不会伤到兽医。德克斯想知道什么药能让这么大的动物镇定下来。塔尼亚说，这种药是埃托菲，它的威力比吗啡强无数倍，一旦服下这种药剂，即便是赛马也要昏睡4个小时。毫无疑问，塔尼亚的科普顿时让德克斯打开了一扇大门。在面对无法匹敌的目标时，用埃托菲就是最好的办法。很快他就来到马场，趁兽医不在，他悄悄拿走了几瓶镇定剂，这可是杀人越货的必备之物。与此同时，摩根正在法院参与一起谋杀案的审判。作为负责此案的警员，他曾接待过这个女人，因为当时怀疑对方吸过面粉，所以直接忽视了女人给凶手的不在场证明。现在对方亲自出庭作证，这顿时让警方处于被动局面，认为是摩根故意隐瞒不在场证明，仅仅只是一条就让凶手当庭释放。摩根也从重案组调到了普通组。看到父亲的岗位空缺，德克斯才了解了事情的始末。按照他对父亲的了解，明白此事绝对没有结束。回到家后，他立即布置杀人现场，这次他的目标正是摩根。找到相应体重需要的剂量，接着把镇定剂抽进针管中。此时摩根已经来到凶手家门口，既然对方钻了法律的空子，那就由他亲自出手解决。等凶手转身嘘嘘时，他拿起消音手枪准备扣动扳机。也在这时，眼前的画面突然变得模糊，几个呼吸他便倒在地上。紧接着德克斯从后方出现，等摩根醒来时已经被死死绑在桌上。再看德克斯的装备，现在他的手法越来越娴熟，装备也变得十分专业。看着不断挣扎的父亲，他脸上露出兴奋的目光。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杀掉自己的父亲，而是想证明他在疯狗这件事情犯了错误，并非不可原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相同的，摩根也在法庭上犯了错，而且今晚还准备犯一个更大的错，所以不能因为一件事就把自己钉在墙上。重要的是接下来怎么应付。看着德克斯拿出的药剂，摩根也是脸色一变。仅仅1毫克的用量就可以让一匹赛马昏睡几个小时，他还真怕儿子发神经把他也干掉。最终他不得不承认德克斯的说法，再也阻止不了后者的行动。从这一刻起，德克斯也终于明白，父亲并没有试图压制或改变他，而是变相的把他训练成了一个杀手。正如今晚要杀的目标就应该让他出手，这才是拥有杀戮体质的人该干的事情。Smelling salts.
so you don't have to wait as long. When you get Levi Reed, we already have the proof. Take him out. 父子二人谈了大概有5分钟，各种语言艺术全部上场，可德克斯唯一记住的只有最后听到的3个字：干掉他。德克斯刚来到洗手间，先前的妹子紧随而至。Maybe you should wash your hands. Don't worry, I won't be using my hand. 就因为一只鞋带松开，妹子特意跑来厕所给他整理鞋带。有这样的美女相伴，简直是8辈子修来的福气。然而德克斯却不在乎男女之间那点事。作为一个法医，他更喜欢尸体，或者说更喜欢杀人的感觉。很快，警方就接到报案，在郊外某个地点发现了一具男尸。警察走访调查，附近没有人认识死者，想来凶手是专挑一些独行侠作案。经过德克斯初步检查，死者没有吸粉的迹象，身上也没有防御伤害，指甲里也没有皮肤残留，除了手腕上的勒痕，其他的都是旧伤。现在唯一的作案工具就是眼前的塑料袋，而且一连套了2个。摩根猜测死者一开始肯定做出了反抗，在袋子上戳了个洞，这样才能呼吸，最后是被第2个袋子杀死的。然而德克斯却不这样认为，死者手上有勒痕，这摆明是凶手离开时解开的。很快他便以凶手的角度开始分析当时的作案场景。死者在摔倒后双手就被绑了起来，之所以先套第1个袋子，然后在嘴里戳了个洞，这似乎是凶手想细细品味杀人的滋味，这才延长了死者的死亡时间。第2个袋子也在事先准备好，这完全是在享受杀人的乐趣。而且深入分析之后，德克斯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在之前的2起案件中，一个是被枪杀，一个是窒息而亡，现在这个是直接被闷死。虽然作案手法不同，可德克斯认为是凶手在探索他的喜好，准确来说是杀人方式的喜好，而且手法越来越精细，就像软件更新一样，对方的手段也在不断进化，并且3人的钱财都在身上，杀人夺财基本可以排除，所以3起案件很有可能是同一个凶手。虽然玛利亚不相信他的推断，可德克斯却并不在乎。协助警方破案是公事，但他还有更重要的私事要做。与此同时，警察局长的前妻刚准备搬东西上车，就被一个蒙面男子从后面重拳出击。儿子因为戴了耳机，所以根本不知道危险已经来临。等女人被打晕绑起来后，男孩刚一转身就被蒙面男子强行掳走。等前妻来到警局，局长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被不明身份的人绑走。由于当时受到重击，而且对方还戴了面罩，所以女人提供不了多少线索。这是继大桥吊尸案的第2起儿童绑架，目标还是局长的儿子。德克斯推测，现在警察还有10天时间。上次法官的儿子失踪，在第4天就收到了男孩的手指，第12天时已经被人吊在桥上，所以他们必须要在10天内找到凶手，否则局长的儿子凶多吉少。然而摩根并不相信这种推测，觉得只是一种巧合。此时局长的儿子已经被囚禁在一个密闭的房子里，除了基本的食物和水之外，没有一点逃出去的可能。与此同时，德克斯也在研究下一个目标。由于摩根在法庭上的失误，让李德逃之夭夭，现在这个人必须由他来解决。晚上等李德在路边嘘嘘时，德克斯淡定地从后面走了出来，然后一针扎了下去。在超强镇定剂面前，李德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很快就倒在地上。等人醒来时，已经被绑在桌上，他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接下来，德克斯把那些死者的照片一张张拿了出来，这些都是李德犯下的罪过。说起来，他们都是同一类人，唯一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明面上的杀戮制造者，一个是黑暗中的除恶嗜血魔，所以李德必须要死。时间没过多久，德克斯把尸体塞进卡车，然后前往饿了么总部。让人没想到的是，人刚到这里就发现此地已经被警察包围，卡车后还藏着一具尸体，一旦被发现，他不仅要丢掉法医的工作，甚至还要判处死刑。因为有人发现了托尼的那只断手，上面的戒指将是证明死者身份的重要线索。幸好警察没有检查车辆，只是让他掉头离开，但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鳄鱼湖里有什么东西，所以此时绝对不能离开。就在下一刻，他拿出了法医证件，这下就可以光明正大去看看犯罪现场。毫无疑问，这种冒险行为简直让人背脊发凉，心跳加速。事情果然如想的那般，托尼的断手饿了么根本没有处理干净，刚来到现场采集指纹的工作就交到他手上。这些手指虽然有损坏，但依然能提取到部分指纹，一旦查到死者身份，德克斯很有可能会成为嫌疑人。这种情况绝对不能发生。看着湖面上游动的外卖小哥，他顿时想到了一个办法。就在下一刻，不远处传来一声尖叫，德克斯慌乱地从湖里爬出来，脸上一片惊惧。他说有一条鳄鱼突然出现，幸好及时躲避才免遭遇难，可那条手臂却被叼走了，唯一的线索成了鳄鱼的餐食。这下案子根本无从查起，所有警员只能撤离。第二天，德克斯只能把尸体拖来垃圾场，只要几个小时，尸体就会迷失在垃圾的海洋中，再也无人知晓，也不会有人查到他头上。让人没想到的是，刚回家换了一件衣服，新交的女友就跑上门来，因为
为长时间没有回电话，女友已经开始发飙。然而刚一上车，索菲亚就发现了车里的雨伞包，这显然是不小心从垃圾场带回来的。眼下她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几天的男女关系就因为不该出现的东西，两人就此分手。对于拥有杀戮体质的人来说，女人只会影响拔刀速度，所以她根本就不在乎。来到警局上班，看着所有精英都在为寻找局长的儿子发愁，德克斯却在思考新的抛尸地点。现在鳄鱼湖已经引起警察的注意，他必须要找到新的抛尸地点，才能无所顾忌的去杀戮。与此同时，被绑架的男孩正在努力自救，他拆掉了塑料桶上的提手，然后把它卷起来，留下一吨，慢慢磨尖。他要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反杀绑匪。等人再次送来食物时，男孩拒绝吃东西，除非绑匪进来逼着他吃。果然下一刻大门慢慢打开，就在绑匪接近时，男孩迅猛出手划伤对方的手腕。然而在成年人面前，即便他再机智，也无法从武力上讨到好处。这番举动也彻底激怒了绑匪，他的小指头和法官的儿子一样被强行剪了下来。警局这边很快就收到了这份大礼，所有人都保持沉默，眼中露出愤怒之色。警察局长更是一度失控，拿到男孩的手指，法医第一时间进行检查，对一个儿童施以暴行，这也彻底激怒了德克斯。他发誓一定要把背后之人弄上他的杀人台。也在这时，他发现盒子上有一滴醒目的鲜血，从血迹的位置和角度来看，这或许是凶手的血。目前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拿这滴鲜血去做测试，这也是唯一的办法。看着男孩的照片，德克斯总能感受到那么孤单与害怕，就好像自己曾经经历过一样。为此，他再次把那截手指拿出来进行二次检查。从剪断部位，他看到2处伤口，这属于犹豫性割伤。再和法官儿子那截手指对比，前者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看到这一幕，德克斯眼前就好像有一层薄纱，看似抬手可以戳破，但始终不得其法。就在第二天上班，局长已经坐在他的位置上，血液检测结果已经出来，血型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盒子上的那滴血并不是凶手的，唯一的线索就此中断。 I noticed a small hesitation cut on Nikki's finger, but not on Jimmy Powell's. 也在这时，德克斯注意到了局长手上的伤口，即便前者矢口否认，但还是引起他的怀疑。血型是一样的，而且还出现了犹豫性割伤，这似乎已经得到了答案。这一刻，他已经迫不及待要找到新的抛尸地点，因为失血的念头已经充斥脑海，他要把儿童绑架案的凶手彻底干掉。画面一转，凶手买了大量安眠药，捣碎之后一点点装进瓶子里。等男孩喝完水后，人很快就昏睡过去。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拿到男孩的衣服，然后嫁祸给其他人。就在面罩摘下时，凶手还真的是警察局长。德克斯把心中的猜测告诉摩根，但后者根本就不相信。做了几十年的同僚，摩根非常清楚局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时间回溯到18年前，因为长期做线人已经让劳拉心力交瘁，他想退出却耐不住摩根的苦苦哀求。眼看就要触及到面粉集团的核心，就这样退出，那前面做的所有事情都将付之东流。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两人的关系已经被人发现，这也为后面的死亡埋下祸根。时间没过多久，面粉集团的人就找到劳拉，3人被通通抓走。等摩根赶到这里时，劳拉和2个儿子早已消失不见，这是摩根做的最后悔的事情。时间切回到现在，德克斯刚上班就被局长安排了大量任务，似乎有意让他避开儿童绑架案的调查。为了找到局长的把柄，他决定偷偷尾随对方，看看这位局长到底在做什么。车辆开出去没多久，德克斯就发现局长把一个包裹和一沓钱送到一个陌生人手中，这一切都在秘密进行，让人摸不着头脑。下一刻，德克斯改变了尾随目标，直接跟上先前的陌生人。看着鬼鬼祟祟的男人，好像其中还有更大的秘密。就在当天晚上，警局接到匿名举报，说有人在面粉集团发现了局长的儿子，所以现在全局出动，势必要把人从面粉集团里救出来。等所有人来到现场时，德克斯顿时呆住了。这个地方他白天来过，那个拿了局长东西的人就住在这里，这下已经不用怀疑，绑架儿童的凶手就是警察局长。等特警冲进房间后，面粉集团的人立马被控制。也在这时，他们发现了男孩的衣服，看到儿子的衣服出现，局长的情绪立马失控，最后更是拿出真理直逼几个面粉成员。如此紧张的局面知道无法善了，对面几人迅速反击，现场交火的声音不绝于耳。老黑更是被打中脖子，立马倒在地上。有特警支援，最后所有面粉成员全部被剿灭，但那个被抓的男孩仍旧没有找到。等法医进场时，看着那个熟悉的袋子，德克斯不得不佩服局长祸水东移的手段，只要把杀害儿童的凶手嫁祸给面粉集团，而现场所有人已经被剿灭，局长将彻底脱身出来，再也不用担心别人会怀疑到他头上。时间再次回到18年前，劳拉一家3口被抓后，等待他们的只有绝对的酷刑。即便劳拉苦苦哀求，仍旧逃不出死亡的秘密。就在邮局拉响之后，所有叛徒都要被处决，这也是哥哥布莱恩精神失常以及德克斯失去童年记忆嗜血杀法的重要原因。
出动上千名警察和警犬，就是为了从无数集装箱中找到一个女人和2个孩子。这是摩根面对内心愧疚唯一弥补的办法。经过几天几夜的搜寻，他们终于从一个集装箱里听到了微弱的呼救声。把箱门打开之后，眼前一幕让众人大惊失色，嫣红的鲜血不断从里面流出，旁边女警更是一阵反胃，迅速离开现场。 You killed them all. 听到呼救声，摩根立马上前查看。幸运的是，劳拉的2个儿子并没有被面粉集团的人杀死。这也是布莱恩第一次看到有人从自己手中把弟弟夺走。为了弥补对劳拉的亏欠，摩根准备收养布莱恩和德克斯，为此他坦白自己和劳拉的私情，以及让后者成为线人的整个过程。妻子虽然很愤怒，可现在劳拉已经死了，他不能把怒火撒在2个孩子身上，最终还是同意下来。接下来的时间里，德克斯变得沉默寡言。由于先前的恐怖经历，他已经丧失了全部记忆。也在女人准备食物时，看着哭闹的黛布拉，布莱恩变得极其暴躁。最后更是拿起抱枕想把黛布拉直接捂死，幸好女人及时阻止他的暴行，黛布拉才发出啼哭声。等摩根回到家，妻子把事情说了出来。摩根想开导一下布莱恩，不料却遭到后者激烈反抗，甚至一拳打碎了门上的玻璃，准备带德克斯离开这个家庭。这一幕彻底把女人吓坏了，如此偏激的性格，即便摩根也惨遭毒手。最后夫妻2人一致决定让社工给布莱恩重新寻找一个家庭，德克斯则继续由摩根抚养。虽然把2兄弟拆散心里有些不好受，可摩根不想让布莱恩影响到女儿和德克斯。最终布莱恩被社工接走。让人没想到的是，刚来到寄养的第1个家庭，布莱恩就被特殊照顾，被原生家庭的男孩关在杂物房里。幽闭的空间也让他想起了自己和弟弟在集装箱里求生时的场景。第2天等女人开门后，布莱恩暴力的情绪让他做出激烈反抗，最后更是咬伤了这家的女主人。无奈之下，社工再次给他换了一个寄养家庭。新家有6个兄弟，然而刚准备吃饭，面前的食物就被人拿走。见此一幕，布莱恩没有说话，而是直接拿起刀叉狠狠扎向对方的手背。接连2个家庭都出了问题，最后他们判定布莱恩有严重的反社会人格障碍，所以直接被送到精神病院治疗。那时候他才7岁，在精神病院一待就是13年。他不仅被人夺走了母亲和弟弟，就连自由也被他人限制。这天在面对心理医生时，他仍旧提出了一个重复性问题。 Enough to go see him now? We've talked about this. 面对这个问题，心理医生一直都保持拒绝。毕竟布莱恩有反社会人格障碍，一旦接近德克斯，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布莱恩之所以接受治疗，就是想以正常人的姿态重新回到弟弟身边。现在一味的拒绝，让他失去了治疗的意义。与其如此，治与不治好像都改变不了什么。就在下一刻，布莱恩突然出手，把心理医生直接击倒，然后一点点把人虐杀致死。他和德克斯一样，都有超高的智商，所以精神病院根本就困不住这样的人。解决掉心理医生后，第2个要杀的对象就是当初将兄弟2人分离，给他重新寻找家庭的社工。等人醒来时，女人已经被绑在一处天台上。为了报当年的分离之仇，布莱恩拿出油锯，直接把女人肢解在天台上。画面切换到警局这边，摩根偶然从一份资料中看到了布莱恩的信息。资料记录有写到，他对德克斯一直念念不忘，唯一想做的就是回到弟弟身边。等晚上分析案情时，摩根似乎预料到了什么。从最近3起连环杀人案的照片中，他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这人不是别人，正是从精神病院出逃的布莱恩。对方的目的只有一个。 Fucker is stalking my son. 与此同时，德克斯也在昼夜不断跟踪警察局长，因为不知道被绑的男孩到底在哪里，所以这次他不能直接出手杀人，否则被关押的男孩会活活饿死。时间过去不久，局长来到一处港口，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他把自己的儿子就关押在几公里远的游轮里。来到游轮内部，德克斯不再遮遮掩掩，利用厨房里的器具不断制造声音，让局长主动现身。随着脚步不断深入，德克斯发现有一把信号枪竟然不见了。下一刻，局长从后方出现，直接扣动了扳机。幸好德克斯躲过了袭击，双方顿时扭打到一起。这里不得不说一下，虽然德克斯杀戮嗜血，但拳脚功夫是真的很差。在几十年的老警察面前，劣势立马显现出来。把人击倒之后，局长打开了内部水阀，紧接着男孩关押的地方立即涌入大量海水。按这个水量，几分钟时间他就要被淹死。奈何脚上被上了锁链，即便会游泳也无济于事。 It's your son, is he? 因为妻子的背叛，让局长变成了儿童杀手。潜意识里，他认为下面的男孩并不是他的儿子，所以才会痛下杀手。眼下，德克斯面临2个选择，一个是继续和局长纠缠，直到把人杀死；另一个是放弃杀人念头，转而解救下面的男孩。这也是局长的高明之处。最后，他只能眼睁睁让对方逃离现场。和布莱恩相比，德克斯多了一份理智，并非是一个杀戮机器。因为没有开锁的钥匙，所以他只能用钢筋直接把下面的铁环撬开。把人救出来后，德克斯确认
男孩有了呼吸，才用信号枪发送信号。他不想让男孩知道他的身份，更不能让警察知道是他救了男孩。摩根这边也接到了天台有人被肢解的报案，来到现场后，眼前一幕简直惨不忍睹。根据德克斯之前的推测，凶手在不断进化，所以玛利亚觉得这或许是进化的第2阶段。回想起之前照片里的布莱恩，摩根已经得到答案，于是他趁机离开现场。从之前的惨案分析，或许布莱恩还没有离开，这样做就是为了等弟弟出现。关键时刻他看到了那道身影，果然如猜想的那般，布莱恩确实没有离开。 Where are you, baby brother? 许久没有见到德克斯，布莱恩刚想离开，就被摩根拿枪堵在面前。继社工和心理医生被杀死后，布莱恩也说出了爆发其他凶案的原因。原来之前连环杀人案的死者都是布莱恩以前寄宿家庭的儿子，因为心中的怨气，他整整隐忍了10多年。如今逃出升天，自然要把当年的仇恨一并解决。这种扭曲的复仇心理着实让摩根感到震惊。最重要的是，布莱恩不仅杀了那些人，而且还把他们当成诱饵。这样做仅仅只是为了远远地看德克斯一眼。 You shouldn't contact Dexter, and I'm gonna make sure you never do. Too late. Anyone sitting here? Yeah, I'm saving their seats. 原来早在德克斯刚做法医时，布莱恩就和弟弟接触过。让他疑惑的是，弟弟好像并没有哥哥这个概念。小时候的记忆似乎出现了断层。 He was so young, so traumatized, he blocked it all out. Is that why you threw me away? So you wouldn't have to tell your son the truth? That you fucked his mom and sent her off to the cartel to get chainsawed to pieces in front of him?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 You come back into his life, you're just gonna bring all of that pain with you. You can hate me for good reasons and still know that I am the best thing for Dexter. And if you truly love your brother, you're not gonna say a damn thing. 随着画面变换，布莱恩又回到了小时候的样子。见到这副面容，摩根做不到开枪击杀对方，毕竟这是他欠劳拉的。然而，也是这次心软让布莱恩彻底逃脱，兄弟2人终将见面。与此同时，局长已经来到前妻家里。由于后者的背叛，他不仅要杀掉亲生儿子，更要把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一起解决。幸好德克斯猜到他的意图，及时赶了过来。在超强镇定剂面前，局长也要被放倒。这次德克斯选了一个新的抛尸地点，直接开船来到海上，然后杀人沉尸，就不会出现鳄鱼湖那种情况。感受局长急速跳动的心脏，德克斯全身亿万细胞都在亢奋。接下来就是把儿童杀手彻底解决，这便是以暴制暴的绝佳手段。 What happened to you? Oh, a rough case. 今晚虽然父子2人都遇到了不同的事情，但摩根仍旧不想把布莱恩的事情透露出来。毕竟兄弟2人都是怪胎，他不想看到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出现。这时电视里也在播放男孩被救的消息。据男孩所说，绑架他的竟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一切真相终于浮出水面。遗憾的是，局长已经消失，现在还没有找到。德克斯也把事情告诉摩根，是他亲手解决了局长，这个人将永远不会出现。对于几十年的同僚，摩根也没想到对方会做那样的事情，同时也向德克斯道歉。如果他早点相信之前的推测，男孩就不会遭到折磨。最后中枪的老黑也顺利出院，虽然死了一个作恶的局长，但不影响多数警员内心秉持的正义。这部《嗜血法医原罪》作为经典 IP 的前传，以1991年的迈阿密为舞台，完成了一场极具深度的角色溯源之旅。这部剧没有沉溺于系列过往的血腥场面，而是将镜头对准青年德克斯的黑暗觉醒，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海湾屠夫的起源密码。作为经典 IP 的前传，虽然存在部分情节铺垫稍缓的争议，但《嗜血法医原罪》成功跳出续作的阴影，以溯源视角赋予经典角色新的生命力。它不仅是一场满足粉丝情怀的怀旧之旅，更是一部剖析黑暗基因与人性选择的犯罪心理佳作，为整个系列的伦理讨论写下了厚重的序章。好了，《嗜血法医原罪》第1季到这里已经全部结束，我们下期再见。